10种农村常见的植物。1. 商陆。大家看，这个植物叫胭脂草。为什么叫胭脂草呢？古时候用它的果当那个胭脂了，可以擦脸，也可以擦那个指甲。另外，有的地方也叫它土人参或者山萝卜，因为这个草拔出来以后，它地下的根长得有点像人参或者萝卜。它的学名叫商陆，是商陆科商陆属的植物。像我们这一棵，它的茎是这种绿色的，像这个绿色的，它是可以吃的。还有一种商陆，它的茎是红色的，那个是一种入侵物种，叫美洲商陆。美洲商陆是有毒的，大家千万要仔细辨别一下。2. 黄花醋浆草。大家看这个小花叫黄花醋浆草，它的叶子是这样3片小叶，每一片都是一个倒立的心形，这是它的种荚，有点像迷你版的秋葵。如果成熟了，它会弹射种子，不过现在还没有成熟，它里面的种子很嫩。醋浆草是有很多品种的，有的是开红花，《李时珍本草纲目》里也有它的记载。醋浆草，此小草，三叶酸也，其味如醋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个草也叫三叶酸，因为它茎叶富含草酸，其味如醋，吃起来酸酸的，有点像吃醋一样。所以民间有的地方也叫它酸咪咪草，酸咪咪的。因为它酸的这个特性啊，也可以用它去擦拭那个铜器、银器。《医林转要》里面也有它的记载，说勿以见而敷之，意思是这个草啊，好像很容易获得啊，到处都是，所以人们往往忽略了它的作用。美国作家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里也写到过这个醋浆草，他说：“我不孤独，像一株醋浆草，像一朵蒲公英，像一只大黄蜂。”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，还有一种草长得很像醋浆草，也是3片叶子，但是那个草叶子上面有花纹，有的是白色花纹，有的是深色花纹，那个是红车轴草，也叫三叶草。3. 紫苏。大家看，这个是紫苏，它是唇形科紫苏属植物，我们平时用它来做调味料。其实它还有5大特别的用途。第一，它是天然的防腐剂，古人用它的叶子包裹鱼肉保鲜，而现在用紫苏提取物做天然的防腐剂，用于蛋糕、糕点等烘焙类食品的防腐，还有用于食用油的防腐。第二，它还可以做枕头，民间有的地方把它的叶子晒干，用来填充枕头，还有的地方把它的种子用来填充枕头，因为它的籽细小，填充的枕头密软，具有清香味。第三，它的种子可以榨油，是一种高不饱和度的天然油脂，亚麻酸含量最高的食用植物油。亚麻酸含量是核桃油的5到6倍，橄榄油的50倍。第四，它的叶子可以做茶，泡出来的茶的味道有淡淡的紫苏味，比较容易入口。第五，它可以提取天然的紫红色素，用于梅干等食品的染色。4. 木贼。大家看这个单身的植物，它叫墨贼。所谓单身的植物，就是它的主茎单一，我觉得也可以叫它单身草。那它为什么叫墨贼呢？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，此草有节，面糙色，至木骨者，用之搓擦，则光净，由人墨之贼也。因为古时候把10根的那种虫叫做毛，把10节的虫叫贼，所谓10根曰毛，10节曰贼，所以由人墨之贼也的意思就是这个草就像吃掉末节的虫。它这个名字比较古怪，所以也有一些编排的细说了。比如说有一副中药对联：白头翁持大鸡，怕海马，与墨贼草寇战百合，旋复回朝，不愧将军国老。红娘子插金簪，戴银花，比牡丹芍药胜5倍。
从容出格，宛如人抹天仙。上下联都用了9味本草，比如不愧将军国老，将军是大房，大房有一个名字就叫将军，因为他对人来说如同平定祸乱、安定天下之将军。国老指的是甘草，因为它对于众多药草来说都有调和之功，所以人们把甘草称为国老。还有一则快板：曹仁陪着杏仁睡，2人躺在了沉香床，睡到3更交白夜，胆大的墨贼跳进床，盗走了水银50两，金毛的狗儿叫汪汪。这一段快板大家听得出来有几味药吗5. 野荞麦。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植物叫野荞麦，它是蓼科荞麦属的植物，它的根茎末枝发像3七，所以它也叫荞麦3七。它结的这个荞麦籽粒也是可以吃的。我们知道荞麦分很多种类，像我们现在经常食用的通常是2种栽培种，一种是甜荞麦，一种是苦荞麦。像这个野荞麦属于苦荞麦的一种，苦荞麦是许多地区3名的一种粮食。俗话说荞翻山，麦打坐，意思是吃这个苦荞麦浑身有劲，并且保护翻山都没有问题了。苦荞因为对人体有众多好处，被誉为五谷之王。那么苦荞怎么吃呢？有3种吃法。第一，可以做主食，就是放在白米里面一起煮粥或者煮饭。第二，泡茶喝，将苦荞炒制之后泡茶。第三，做面条，将苦荞磨成粉和小麦粉和在一起擀面吃。6. 柏络茴。大家看我身边的这几株植物叫柏络茴，它是罂粟科柏络茴属的植物，它传株有大毒，在古老的时候，瑶族的老一辈会采它放到茅厕里，用来杀虫杀蛆，而现代则把它开发成植物园的生物农药，可以防治倒春象、倒包虫、钉螺等。它也被开发成兽用的饲料添加剂，应用于禽畜的防病促生长，能很好的替代饲用抗生素，具有无残留、不设休药期、可以长期添加使用等优点，因此可以说它是天然的饲用抗生素。最后再次强调一下，柏络茴传草有大毒，大家在野外见到一定要远离它。7. 海金沙。大家看，这个是海金沙，它是一种蕨类植物，是一种攀援藤本。广东连南这边的瑶族采它用来泡澡，像在中药里面是以它的成熟的孢子粉入药，名叫海金沙，就是因为它成熟的孢子粉金黄色，像海沙一样细小，所以叫海金沙。今天借介绍海金沙的机会，我们来说一下如何用水鉴别几种中草药的真假。比如说海金沙，我们把它撒在水中，如果是浮在面上，你轻轻地摇一摇，它会慢慢的下沉，但是不溶于水中，那么它就是真品。还有胖大海，我们把它浸泡在水中，它会膨大成海绵状，如果比原来的体积大6倍以上，那么就是真品。8. 七爪蜂。大家看这个结红果子的植物，云南这边瑶族叫它七爪蜂。为什么叫七爪蜂呢？因为它的叶子7个爪，而蜂是瑶族对某些药的一种特定的命名方式，因为他们认为药物气味有蜂打之分，蜂就是柔弱柔软，而打就是坚硬坚强，所以瑶族把药分为蜂类、打类和蜂打相间类，而七爪蜂就是瑶药的72蜂之一。在连南这边也喜欢采它切碎，用来煮水泡澡。它的学名叫深裂绣毛梅，也叫七裂叶悬钩子。它和许多悬钩子属植物一样，比如树莓、高粱泡、毛梅，都是悬钩子属的植物。它们共同的特征是茎上有刺如悬钩，果实是浆果状聚合果，多汁可食。9. 木薯。朋友们，这是木薯，我想你很可能吃过，
因为珍珠奶茶的珍珠就是用木薯粉做的。木薯是3大薯类作物之一，木薯、马铃薯和番薯，它富含淀粉，有淀粉之王的美誉。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，它是抗逆性很强的植物。所谓抗逆性，是指植物具有抵抗不利环境的某些性状。木薯的抗逆性主要体现在耐旱、抗贫瘠、抗盐碱。它简单插条也能活，不打理也能丰收。它根部像葛根，所以也叫树葛。按照口味划分，木薯分为甜木薯和苦木薯。甜木薯低毒，但是也要去皮煮熟后才能食用，而苦木薯高毒，主要用来加工淀粉。木薯除了供人类食用，还可以禽畜饲用和工业用。工业上可以做燃料乙醇，也可以被制作成酒精、葡萄糖、果糖、柠檬酸等。10. 夏枯草。大家看路边这个小草叫夏枯草，它夏天开花，花序成熟以后变得干燥枯萎，所以被称为夏枯草。但是夏枯草并不是真的枯萎了，它的枯萎只是一种韬光养晦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夏天气温高，它的根系比较浅，为了供给种子足够的养分，它的花序和的叶子就表现出一种枯萎的状态，它的果期一直持续到深秋，而它的根系在秋天之后也不会失去生机，来年春天它又开始新一轮的生长发育。因为它是多年生的草本，小时候我们经常去采这个夏枯草，变卖一些零钱。夏枯草最佳的采摘季节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5到6月份花穗呈棕红色时采摘了。一般是选晴天摘它的花穗，或者割它的全草，去掉杂质，晒干备用。